大家眼前的这个城市，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最中心的位置。这座城市被一望无际的巨大沙丘所包围，它周围几百公里再也没有别的城镇。这个城市也是沙漠中唯一的补给点和交通枢纽，这里甚至还有加油站。这个城镇名叫塔中镇，成立于2015年7月24日，全部人口只有2万人。其中90%为流动人口。之前的视频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沙漠公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共有4条沙漠公路，这4条沙漠公路大都交汇于塔中镇。沙漠公路早期被修建的最重要理由，就是因为沙漠里的石油需要向外运输。塔里木油田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而塔中镇所在的区域最早以前就是油田的办公地点。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和北缘的几个城市有了更多的经济交流，这几条沙漠公路也被更广泛的利用了起来。塔中也从一个石油基地变成一个城镇，因此虽然这里有2万的人口，但是90%都是从事石油产业的流动人口，且他们一般都在广袤的沙漠深处工作，所以我们在塔中这个小镇上并没有见到很多的人。这里出现最多的就是来往的大车司机和石油工人，游客很是少见。作为沙漠中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驿站，加油站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这还有很多的汽修厂、餐厅、商店、宾馆，供来往的司机和游客以及工人们食宿。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走进这个中国在沙漠中建造的城镇。沿着沙漠公路行驶了几百公里，忽然间楼房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虽然这里的房屋大都不是很高，但是在沙漠中看到这样的景象还是令人震撼。这一刻，我们感觉自己眼前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更像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境。揉了揉眼睛，才知道我们确实到达了这个沙漠城镇塔中。我们现在沙漠公路最中间的位置哈。塔中算最中间了吧？最中间这块距离民丰大概300公里吧，距离轮台也是200将近300公里，它就在最中间。然后现在不是修了好几条沙漠公路嘛，从这儿到且末到阿拉尔都有，这块就是整个塔克拉玛干算是比较中心的位置了。我为祖国献石油。大家好，我是狒狒，今天是我们自驾车穿越沙漠公路的第3天了。现在我们到达了塔中镇，这里也是这条沙漠公路中间唯一的一个吃饭、住宿和加油的补给点了。现在的时间是当地的正中午，北京时间3点整，特别热。这会儿大家还记得我身后的这个彩门吗？上面写的是“征战死亡之海，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我们之前也到过这里，但那个时候是冬天来的，我觉得还可以啊。现在太热了，大家看看我的身后，塔中镇其实不大，就是有2、3个住宿的地方，还有5、6家吃饭的地方，然后有加油站，但是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在外面旅行啊，还有大车司机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了。我现在带大家走走，看一看这个塔中镇的基本构造吧。这条沙漠公路是我们国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修建的里程最长的，也是第1条沙漠公路。现在已经有4条沙漠公路了，但是这一条是最经典，然后好多旅游者、自驾者最喜欢穿越的一条。刚刚我们到达了这里，征战死亡之海，上里是塔里木油田的那个标志。这个镇子不大，就是从东到西，先给大家扫描一下，就这么点儿大。一共也就200、300米长吧。首先是塔中镇刚进来这一点有一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但是我刚看里面只有92和柴油，没有95号。然后再往过继续看，这儿有一个沙柳宾馆、沙柳餐厅，然后这家叫且末瀚海石贝有限公司，它这个里面有住宿也有餐厅，我们之前在这家住过一次。现在文涛就在这个塔中浩瀚风情餐厅里面吃拌面。其实这个好像是四川人开的，但是他们也会做一些当地的民族的食物。
然后我现在往前走一走，我去找一个别的吃的，顺便转一下。这有一个百货超市，卖水、卖饮料、卖零食，还有一个电信的营业厅。有一家卖鸭脖的。然后再往这边走，这里有一个餐厅是做川菜的，重庆小面啊、盖浇饭什么的。然后这儿有一个便利店。再去前面看看，这边还有一个东北饺子馆。东北饺子馆看着不错，我一会儿去里面看看。饺子、面条、米线、手工水饺什么都有。然后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平价超市，蔬菜水果。哎，这个我上次来还没注意到。继续往前面看哈，这又是川菜馆。这边是2家超市，鸿运超市、中心超市。这边上有一个维吾尔的餐厅，叫爱河麦提江快餐，好像没有开门。这家是烤肉吧，应该只有晚上开门。再往前呢，我就不去了。前面都是一排1层高的那种平房，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天乐泡脚、按摩、拔罐、刮痧、理发。再往前这一侧，这边就全都是修车的了，换轮胎啊，还有一些简单的汽车修理。然后这就是沙漠公路了，好热呀！现在是这边的正中午，超热。看看前面，就这么大这个镇子，一点点。我现在去那个东北饺子看有饭吃没。刚刚我在这儿简单了解了一下哈，这边的物价稍微贵一些，但是还能接受。这边的矿泉水是3块钱，然后那种碳酸饮料、果汁什么的卖4块钱，都比其他的旁边周边的县城里能贵1块钱左右，还可以。然后拌面什么的在25到30，还行，不算特别贵。这边上都是石油上的是吧？对。哦天。这是油田啊。哦，那这不是油田上的人，就是为油田服务的人。我们就这两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教书的。哦，我们走了一路，发现就只有这儿哈能吃饭哈，大点儿的哈。从这上去220公里有一个镇。这是个镇嘛？这是个塔中镇。这地儿以后能发展成一个城市不？不可能。这说白了就是补给站。哦，补给站啊。你看这四周的环境咋嘛变成一个城市？对。它没河没树。它叫镇是好听点哈，是吧？就大一点哈。其实就是一个，就他说的。这队有多少人？这玩意儿？这队有多少人？那个？这有没有2000人？2000人都没有。我来塔中才多长时间？我昨天看百科说是几万人啊，说是1-2万人呢。是不是包括油田上的人？差不多吧。他把油田人算进去了。哥们儿，你们平时住哪儿？我们就在这儿。油田。有宿舍是吧？空调房呀。空调房。空调房。有宿舍。我的有资。那水哪儿来啊？你们这儿？就是你带水嘛，就是从地下拿的水，然后通过那个净化。哦，都是地下抽的水啊。所以这种水不好。哎，咱俩前年来，他们不是说有的说是且末县拉来的淡水，2020年的时候。有拉来的，现在都是那个买的那个净水设备。净水设备啊。自己净水。啊，那挺麻烦的哈。反正水是不好。这车一走啊，这沙子扑到脸上了都已经，太恐怖了这地儿。哇，在这地儿真的是生存太艰难了。征战死亡之海，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哇，这句话鼓舞了多少人，尤其是在这里常年艰苦奋战的石油工人啊！对，你看这个上面都是中国石油那个标志，塔里木油田。对，我们2020年来过一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叫采门，然后视频发出去之后，好多人在评论区告诉我们这个叫采门，因为他们都是石油工人，每次从油田里面采油就很累哈，一段时间出来之后，一看到采门，哇，有吃有喝还有娱乐，多好啊！我刚才那家吃了一个拌面，是多少钱？25块钱。你吃的啥？饺子？我吃的饺子，它那个素饺子1个1块，但是最少要买20个，然后我吃不下。老板说是女的吧，你记得最少买15个，我就吃了15个，吃的挺饱的。这边物价都不贵啊，怎么水价那么贵？
对，这个饮料什么都是正常的，稍微贵一点点。对。然后电和水贵。然后我刚才问了那家，他们说是，从那个轮台那边买菜过来也还好，不算特别贵。对，就是水和电贵，所以开店成本比较高。水是30一吨。天哪！像这边这个餐厅啊，对，还有酒店，尤其是酒店，对，里面客人进去肯定要洗漱、洗澡什么的，是那个水是太贵了。对，所以这边酒店即使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价格都蛮高的，大概在180到200多。对，还是蛮贵的。它是水都是地下抽出来然后过滤的啊。对，也有一部分是外面运来的。对，阡陌运过来的饮用水，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地下水的自给。对，目前。塔中镇的电力是在沙漠中经过几百公里长途运送才能使用的，一路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些沙漠中的电线。这里也可以说是整个沙漠中信号最好的地方。一个高耸的基站矗立在镇中央，在沙漠中心的这个城市看起来不大，楼房不是很多，但是水电网络都已经配备齐全，可见中国建设力量的强大。在这个沙漠中的城市吃饭休息游览后，我们开始了沙漠公路下半段的旅程。这条沙漠公路从民丰到伦南有522公里，我们从民丰到塔中行驶了250公里，接下来还有270公里的路程等待着我们。谁知在路上居然遇到了严重的沙暴天气，这一路上我们也经过了新疆最长的河流塔里木河，这条长河宛如巨龙在沙漠中穿过，也看到了沙漠公路旁各种植被。虽然一路上都有轻微的沙尘天气，但都不是很严重。快到沙漠北端的时候，由于这里没有沙漠绿化带的保护，只有稀疏的野生胡杨林，无法起到很好的固沙作用。这段公路狂风肆虐，沙子漫天飞舞，拍打在车上，算是给了我们此次旅行又一个惊喜。最终我们有惊无险地到达了沙漠公路的最北端，完成了此次沙漠公路穿越之旅。我们现在从塔中镇出发，往北走，去轮台方向了。看我们就吃了个饭，从里面看车窗上全是沙子，成这样了。老板说有沙尘暴这边，对，而且今天这是小阳沙，不算沙尘暴。对。好，我们出发了，这还是沙漠公路216国道。现在到一个十字路口了，往左是塔中1号公路，往右塔中2号公路，往前是伦南。哇，这边还建了加油站是吧？还是加气站？这是大车加 LNG 的地方。对 ，CNG LNG 啊。沙漠里面还有个十字路口，应该是。主要它在2个大坡的中间一个凹处。是。挺害怕的这儿。对。慢慢走吧。挺害怕的。慢慢观察，慢慢走。那这地儿确实事故多发路段啊。对，挺容易出事。真的多发路段。挺危险的。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沙漠公路的1号水井房，再往前面呢就没有水井房了，应该就是在那个测速的点过去之后，路边的那个植物就不是统一去养护的了啊。这块已经彻底的没有防护林了。552公里的沙漠公路，我们后面大概有400多，近500公里都是有水井房的和防护林。到这块之后什么也没有了，然后空气突然变得很脏，沙尘暴也起来了。是不是因为没有防护林了？这块真的特别脏。你看前面，我们现在能见度大概就是1公里都不到了。这边现在视线很差。这边现在主要长的就是胡杨了。对，这就是野生的胡杨了。胡杨。但是很脏啊，这块。对，靠胡杨固沙的。对。挺害怕的这景象。真的啊，这个地方太阳再下去一点点啊，太阳现在在这块还没有彻底的落山呢。太阳落山这块好像寂静岭。对，挺害怕的。地上开始刮沙子了，已经地上沙子。我的妈呀！这真是沙尘暴哎！万万没想到，我们在沙漠公路的腹地啊中心没有遇到，快开出来了啊！
沙刮的真是昏天暗地啊！前面这沙子刮的，你看前面那个白车，距离我们200米都不到吧？看不清，就看不清了。它前面还有个卡车，更看不清了。黄边，天哪！哦呦，好脏啊！看看车的左前方，电线杆也看不到了。然后现在的太阳，感觉也没有啥温度了，就像冰箱里的灯。我的妈呀！恐怖了这！哇，前面白车看离我们400米吧？对，已经看不清了。真是没想到啊！出了沙漠了，遭遇沙尘暴了，还有个测速的看不见。测速的，天哪！哦天哪！哦，看路中间这沙子都往过跑呢，这是流沙。我感觉我一直在吃土。这要不是因为还有点胡杨是吧？对，这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哇，由此可见防护林的重要性啊！哇，现在沙漠公路上感觉跟到了末世的一样。哇，脏呀！太恐怖。那100全是沙子！天哪！天哪！我拍个照还要吐。我跟狒狒刚才下去拍了一下沙漠公路路牌，我俩嘴上都呼的各是一嘴沙子，一说话都是一嘴沙子。然后现在拍摄机器里面也全是沙子，咔咔响。我现在一嘴巴一动，感觉牙里面嘎嘣响。对，这块为什么没有沙子了哈？因为这边旁边是戈壁滩。对。我们现在准备过塔河大桥了，哇，这跟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上次来的挺荒的哈。对，上次来的时候是11月、12月了吧？对。塔里木河大桥，我看到一块碑。哇哦，我们已经到沙漠公路的0公里处啦。啊，我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穿过了无数的沙漠。经过我们3天艰辛的沙漠公路穿越之旅，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沙漠公路的0公里处。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其实是这里，然后终点是在和田地区的民丰县，但我们这次是反着走的，所以我们最后到达的是这个0公里处。这里有一个路牌，他们也叫彩门哈，上面写的是塔里木沙漠公路。然后看一下，我觉得左右两边这2句话写的特别好啊，左边写的是今朝奇迹大漠变通途，右边是千古梦想沙海变有海，对吧？沙海变有海，没念错吧？是的，挺厉害的。这个里面往里面走一点点，就是那个塔里木油气田的那个股份公司，然后他们配套的很多炼油的呀，对，子公司全部在里面。然后再往里面走个50-60公里哈，过了那个伦南检查站，再往里就是沙漠公路的水井房又开始了。对，真的挺厉害的，因为我们已经完整的从1号水井房的108号全部走遍了，然后也知道有防护林的路段和没有路段的那种区别，那种风沙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更能体会到这条公路的厉害。然后这边有一个塔里木沙漠公路的，这还有一个证书，这个证书是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发的。这个沙漠公路呢，它创造了一条世界纪录，上面写的是大世界吉尼斯之最长的流动沙漠等级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长度522千米。那为什么我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说它是552千米呢？因为这个位置是以前旧的0公里处，实际上两边的路牌上显示现在沙漠公路其实是在30公里左右，因为它把起点又搬了一下。总之这个过程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对旅游者来说哈，这个位置就是0公里处起点了，因为那一边已经基本上没有沙漠了。是的，都是胡杨林了。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1996年的5月份，国家科委给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颁的一个证书，上面写的是
塔里木沙漠公路工程项目被评为1995年全国10大科技成就。因为这条路修筑的时候啊，克服了很多技术难题，其中最难的一部分就是它是在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中修建的，所以呢，地下的路下面的路基，还有这个路修好之后两面流沙的保护啊，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难攻克的技术难题了哈。对。然后这边就是有塔里木沙漠公路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写的比较长，然后说了这个路当时的修建前的准备啊，然后当时是怎么克服技术难题的呀？对，有各种工艺啊，各种难题要怎么克服？对，写的还挺清楚的。你看它这边，我简要给大家念几段啊，看看这里啊。这里说这条公路哈是目前世界流动性沙漠中最长的等级公路。93年3月份动工，95年9月全部竣工。然后看看这里，建设总投资达到了7.9亿元，这是在95年的这个物价水平下。是。然后再往前面看，他说沙漠公路修筑采用强基薄面路面结构和路基震动干压石和土工不稳固砂基施工工艺，而且同步实施了芦苇方格、芦苇栅栏防沙的手段。就我们在路上见到无数的那个方草格，方草格，对，就是这样子的，都是芦苇哈。对对对。这里还说了哈，为解决沙漠公路长期防沙固沙的问题，建成了从香长南到三武国道全长436公里的沙漠生态防护林工程，就是我们走过的400多公里长的那个防沙长廊。对，然后由108个水警房去守护这条路。对，太难了。对，现在已经天黑了，10点整了，我们终于成功的穿越了整条沙漠公路，塔里木沙漠公路。现在呢，我们就往前走吧，看看到轮台，或者往前再赶到库车，找地方休息吧。好了，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大家下个视频见。